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今天呢，我们没有在方伟时间，真正的已经是在《早安中国》这边正式的启动了，所以拜托忠实的您继续呢给我们的节目点赞、支持、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那今天呢是8月4号，我们《早安中国》呢今天关注几件事情都是来自于中国的。那第一个呢就是8月4号开始。中国的外交部已经正式宣布呢，他们开始休会了，放暑假了。同时呢，蔡奇开始呢去代表着党中央去看望呢这些专家、老一辈的人才等等，这些呢都是过去历年来北戴河会议召开的一个信号。那今年的这个北戴河和往年呢真的是不一样，包括美国的 Bessent 这位财长在上个月就讲到了，说8月份呢中国方面要开一个闭门会议。那这个用的单词呢就很有意思，这个闭门会议呢通常他用的单词是讲教皇选教皇的闭门会议，可想而知，这个北戴河的这次会议呢，连老美连美国人都非常的重视。那么这里边真的要选教皇吗？那前一段时间习近平等等的，是不是失势了？各种的说法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石山还有秦鹏，咱们一起呢好好聊一聊。那方伟到哪儿去了？那石山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方伟上哪儿去了？好，大家好啊！我估计方伟去参加这个 conclave 去了，闭门会议。他有没有这个conclave？以前呢，我们以前谈过好几次啊。conclave 是，其实现在已经是专用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就是当老教皇去世了，选新教皇，因为全世界各地他这个选新教皇呢，只有那个叫枢机主教，也叫红衣主教有这个资格。红衣主教全世界大概有400人吧。大概400多人，所以他们要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最后选出来以后，就在烟筒里烧一个白烟，烧一个烟，所以大家说冒白烟了，选出来了。如果是这个一直是冒着黑烟呢，那就是说还没选出来，继续憋。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会议，而且是决定整个这个基督教世界或者天主教这个整个世界里面最高的这个人物。所以当他这个贝森特用在中国的时候这个当然会引起大家非常多的联想，是不是？对吧？他不会用错词儿，对吧？我们不相信这个美国的财长会把词儿给用错了。所以呢，这个北戴河会议呢是非常的引起关注，咱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那同时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中国大陆呢铺天盖地的在演一个南京照相馆，而且呢是创了今年开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影视的记录。据说呢2周一上演就弄了15亿人民币。那今天呢我们会秦鹏，我们也会好好的去聊一聊哈。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话，我们这导播弄了个北京照相馆，这是我们话题的内容哈。那秦朋友给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热点，对不对？对，这几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电影呢，都是说有3个这个跟抗日相关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还有呢，这个731，这个呢就是在东北的这个我们说习军部队，这个是供水部队，对吧？所以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仇日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呢，实际上就引发了中国的这种网民很大的一个讨论。结果呢，一开始这个电影片在豆瓣上好像到了9.2分，但是后来就跌到了7点几分，因为争论太大了，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它太多的煽动的东西，最后呢说这个有钱的人跑去日本了，开开心心的，没钱的人在这儿看这个南京照相馆，气得不行，最后呢这个小孩也受到刺激，对，所以这个电影的话，它到底说。中共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这个电影？他到底想达到个什么目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去思考的。我先问你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我刚刚看到新闻说，央视新闻报道说，在9月13号，731正式上映。没错，它是分为什么它就没有一起上映是吧？它是据说是原来准备在7月31号上映来着，后来就把它给延后了，所以呢，据说是因为这个电影是引起的争议更大，因为它里边可能就有点太，现在都有限制级别的了，限制级别了，不让一些小孩，就小学生他都不让去看了，那这个呢，不光刚才咱们讲这个全世界关注着北戴河，对吧？
这一波，他从7月份一直到9月3号，他不是抗日抗战胜利80周年？对，然后呢，他要配合着做一系列的宣传片儿。没错。那现在呢，日本的企业也在关注着这一系列的宣传片儿之后，中国国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他们日本企业可能会根据这一次中国的舆情和民意啊，就是整个国内的气氛，来决定着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到底还留和不留，撤还是不撤。所以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要一起去聊一聊。特别是呢，在中国大陆出来的您呢，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从小你有没有这种仇恨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个仇恨是从哪儿来的？那么现在呢，您到海外了，或者您还在中国，您现在这种仇恨还有没有？把您的感受呢留在屏幕的下方，咱们一会儿呢一起跟石珊和秦鹏呢一起讨论。今天呢还有一个日子也很有意思，都是在北戴河，然后呢这个电影同时发生的。这个四川，刚才节目前还在说呢，天下未乱蜀先乱哈。那现在呢，四川的叫做江油哈，那个地儿，四川江油。就在咱们做节目的同一天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当地已经是过千啊，这个很多的民众跟民警啊、警察已经发生了对立和冲突。那这个呢，也是这几年很少见的，能够被广泛报道出来的。警察开始抓人、打人，把人扔到运猪的那个猪笼子车里边，把人给拿走了。而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一个非常普通家庭背景的这个女孩子，14岁的女孩子在校园里被霸凌，4分钟被霸凌的影片在网络上传开之后，妈妈是聋哑人，爸爸是个老实人，求得官方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引爆了当地的民众的愤怒。那今天这件事情呢，咱们也一会儿呢就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咱们就今天还是先从最神秘的。刚才你讲的了，选教皇这个会议被美国都在关注的这个会议，现在开始说，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神秘会议，北戴河会议确实挺神秘的，在历史上，对不对？对，因为它到底是开不开会，有没有会都不一定。过去是一直有。不也不一定过去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说，它本来北戴河是一个大家度假的地方。首先啊，北戴河不是一条河，这是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啊。北戴河不是一条河，北戴河是一个区，就是因为它那条河从秦皇岛流进去叫戴河，戴河的北边就北区叫北戴河，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在南边叫南戴河，那都是旅游的、度假的，老百姓可以去，但是没有老百姓告诉你说我去南戴河这个玩了一趟，大家都告诉你说我去北戴河玩了一趟，就是那个就是它这个那个戴河的北岸。整个这一大片是划出来，专门给中共中央的这批高级官员呢是度假用的，这叫皇家度假区。皇家度假区，对，因为到了北方啊，到了可能北方的观众可能知道这一点。立秋前后是这个北京这一带、河北这一带是最热的时候，秋老虎，秋老虎最热的时候，所以他们都在那个时候度假。但是呢，度假呢就是不工作了，对吧？度假就是玩了，就是不工作了。但是度假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有权决定事情的人都住在一块儿，都住在那个区里面了。平时串门啊，打桥牌啊，打网球啊，打麻将啊，干什么就聊天啊，什么游泳，吃个烤肉什么的。对，大家聚在一起，不光他们聚在一起啊，他们的家属也聚在一起，他们的儿子也聚在一起，也会聚啊，然后聚着。干什么就聊天，就会讲话，讲着就会对某一些事情达成某种共识。这个时候呢，就会把相关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呢都找来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有这个北戴河的这个叫什么工作会议。就是因为他到时候如果说哎呀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我们就做一个决定，以后怎么样。这个就要做一个决定，就要公布嘛。当你公布，你得有个名义啊，所以它就叫北戴河的工作会议了。但是北戴河实际上很多次也决定了一些中国一些大的方向。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他北戴河游泳也是毛泽东在那个北戴河是吧？北戴河当然他经常去游泳了。毛泽东是这个游泳健将嘛，对，他这个在长江里的游泳速度是超过了世界冠军。对，他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毛泽东有一个什么大雨落幽烟，白浪什么
滔天，也就你秦皇岛外打渔船，也就一片汪洋都不见，我们是背不了的。你看，对，这当年的小的时候背的这些诗都记得如此清楚，背得很清楚的，就是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这个是毛泽东那是1963年提出来的，因为他1962年呢被别人给挤到旁边去了，7000人大会以后不让他做这些工作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跟他的人谈着，一不高兴拍腿说。你们只想着搞经济啊，搞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东西就后来传，整个根据这个指示，第2年4清，第3年文革，就是一步一步就开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到了邓小平时期，那就很重要，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寡头政治，就是他是一帮元老，平时都是讨论，就是我们说八老治国嘛，一帮元老。开会讨论商量，然后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的方向。所以那帮元老呢，就是在北戴河就最靠近、最接近，而且不光是这批元老，是他们的家人也在下面讨论。还有这个里面，邓小平那个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后来就网上流传一个梗，因为他在那个北戴河会议上就是不点名啊，说到了哪一个干部思想僵化，他搞改革开放嘛，然后呢回去当事人一听说非常害怕，回去马上写自我检讨，结果呢。后来邓小平私下说：“我说的是我自己，没有说别人。”就类似的这种北戴河的这种密文呐、议事啊，开不开，然后谁去谁不去啊，开和不开，对，形成什么样的，这都是很历史上一直有一些说法。除了这个从上往下以外，还有从下往上的活动，就比如说你是某个省的，你想搞一个什么项目，你就要托人。托人呢，你知道这叫跑步前进嘛，就是你要到北京去跑部委。但是跑部委呢，你跑完这个部委要跑那个部委，跑完那个部委要跑这几十个部委，你且跑呢，怎么办呢？你要找个代理人，找一个最好呢是红二代，就是这几个老的其中某一个孩子，就在北戴河最近了，82号楼走到70号楼，就搞定，是吧？就是步行都在北戴河，都在那一带，然后就是而且呢。是再通过这些老人发个话，谁写个条子啊什么，你就拿给部长，哎，刘叔叔，你看我爹说了啊，这个就很容易。所以红二代为什么赚钱容易，就是因为这个条子之前这个第一句话，或者说打的这个老头的旗号，没错，传个话，没错，这个可能这个几个亿项目就下来了，然后呢3%或者几的这个 commission 就来了。毛泽东时代也这样吗？邓小平时代。没有，邓小平时代是这样的。邓小平时代，他在这个他女儿给他写的自传的时候，还里面都提过，说某个公司其实就是凯利，说赚了大钱了。邓小平说：“哦呦，那我应该这个有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分红？分红不，它不叫分红，叫什么？这是意思就是 commission。”就是帮他办成这事儿了。哎，就是他这么说，后来别人都在开玩笑说啊，你介绍费是吧？对，说这个就是说，就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它就变成一个权力互相争夺、竞争，然后妥协、讨价还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传统就一直到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但是随着这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元老慢慢就走了啊，到了胡锦涛时代呢，这个就比较有影响力这批元老，他们那批人就不在了。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人，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官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两个集团是非常你死我活的，我看。尤其胡锦涛这个团派这一部分。对，但是这个呢，他就认为要压制。等到了习近平呢，他就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寡头政治，他需要的是个人独裁。一尊嘛，对，他需要一尊。所以北戴河会议，他要么就不去，要么就不参加这些，要么就是把这些人都给严格看管起来啊。
所以后来最近这几年，我听说很多人都不去。对呀，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北戴河会议这种神秘性和召开不召开的已经明显下降了。没错，从2020年、2021年疫情之后开始，北戴河会议又开始有起来了。那尤其这2年，尤其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就特别有意思。是。那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我看到有不少大家就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中蔡奇是个指标。蔡奇今天出来去看望叫做这些专家人才，那基本上这是一个中央书记处以前呢就是代表着中央去看望所谓的这些专家学者。然后呢，你查一查他2023年、2024年和今年，他呢去所谓的去慰问的时候，这个说法提的名字完全不一样。2023年、2024年呢都讲到习近平总书记如何，今年呢叫做党中央去重视人才的这种使用、培养等等等等。这习近平呢提了，但是太大幅度的往下去降了，这又引起了大家，就是刚才说 Besant 哈，说你的这个闭门会议，所以你有没有观察到，秦鹏有没有观察到这种很异常的这样的一些现象？这实际上是蔡奇，现在我觉得就跟习近平似乎就是他代表党中央，习近平呢当初的这个代表这个习主席，就是2023年的时候，你看那个蔡奇在讲什么呢？18大以来，习近平对人才工作做出了一系列这个重要指示、重大部署，然后这个引领新时代的这个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这个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是2023年，还是那个调调啊？是这个就是定于一尊这种感觉，对吧？2024年是什么呢？知道习近平对人才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然后呢，什么重大部署，什么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啪没了。这段时间你恰恰和什么这个连在一起，和后来这个三中全会三中全会那个东西就好像很，它就是去年的这个北戴河刚好是三中全会之后，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好像突然间就跟这个调调当时很像了，就这个改革家习近平的那个消失，但是呢，习近平好像又宣传中呢又没有说完全降下来，对，但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呢是代表这个党中央，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来看望大家，然后呢谈这个党中央这个重视人才工作，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什么重大部署，什么亲自指挥的东西没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没错，这代表说习近平的这个整个地位各方面来讲，其实是在大大降价的。其实这个是在三中全会的时候就已经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了。为什么三中全会可能很多人都记得新华社有一篇文章先发出来。叫做改革家习近平嘛，然后三中全会开了2天，突然这个文章就下架了。对，这个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篇文章下架，本来是这篇文章是要确定习近平这种历史地位，改革开放方面的这个历史地位，他是历史地位，就是他是要高于胡锦涛、江泽民他可以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跟邓小平至少就比肩是吧？对，如果再跨一步，就是超越邓小平以后，他就是毛以后就是他，其他人都是过渡的。对，他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习近平去按着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意向是非常明显，对，非常明显。对，然后到了这一篇文章下架以后，这个调子就开始改了。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谈到的，就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所有的文章报道，我们说是中宣部控制，但是像习近平、像改革家习近平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拍板来决定，而且是政治局肯定是习办要画圈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这篇文章下来，那一定是中办，也就是这个蔡奇直接下令要下的，这一定是的。就不可能说是别的有什么人叫他必须得发话。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当时三中全会一定是出了一些事情，导致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从后来的情况看，我估计是他有可能是他主动迎合当时三中全会里面这些人，他就直接就做了。
也就是说，蔡奇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反了，背后有反骨，就跟那个蔡奇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去清理低端人口的时候，讲刺刀要见红，那时候我就说这个家伙将来，我说这个他一定是最早这个背弃这个习近平的人，因为你想你敢这个。完全不顾这种国内外的舆论的这样的，或者不顾民意的这种想让你说可以把这帮人当做敌人去逮杀的，而且公开讲的，这个人这几乎是没有这种人的。他能敢这么讲的话，这种人一定是完全是没有这种没有伦理或者这种底线的东西，所以他至于说你这个什么习近平或者谁挡了他的路，他是绝对是看谁的。所以你后来看他这个家伙是个挺狠的一个角色。对，这个一般的官员到了北京啊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以前就是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啊，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你就碰到一个得罪谁了，跟这个大圈子里面是有什么人皇城根脚底下的话，你不知道一个大平民他背后是不是牵那个长尾都啊。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官儿，不缺对，调个什么调个广告牌砸的都不知道几品官。对，所以蔡奇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时候蔡奇的话非常狠。对，他说到了基层就是要敢硬碰硬，敢于刺刀见红。北京市的区委书记相当于外省的一个市委书记，就官很大的啊。他是带着这个班子组织部和这个市长几个人一起去，谁不动手，谁不硬碰硬，谁不刺刀见红，就地解职。哇，他很厉害啊！当场就解职，所以那时候北京就稀里哗啦几十万低端人口就这么清理。大冬天的，没错，寒风刺骨当中的话，大家就搬走啊。就那件事情，国内外都广泛的进行了一个报道。别人说是北京的水晶城之夜嘛。对，水晶之夜就是这个跟纳粹那个时候可以比较。所以那个是国内外很多人对习近平观感的转折点之一。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当年习近平有一段话，你记不记得？他也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然后就说我们一不输出革命，在墨西哥对华侨说的，对吧？我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三不什么怎么样？然后呢，就说有什么你们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当时习近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吃饱撑的是吧？对吧？多少人就在说，就从这句话就知道这是个闷人，很有可能做出。没有对他的改革开放对有抱什么幻想。你刚才说蔡奇的时候和习近平有的一比，哎，对，所以这实际上就代表他这种无条件的执行习近平的这样指示。因为当时清理低端人口，实际上他一定是揣摩上意，他才敢这么狠，没错，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是说为了这个升官发财，为了这种揣摩上意，这种人狠到这个程度，你看历史上这些叫佞臣。到最后，他一定是连皇帝都敢杀的人。对，所以这次大家都在说，你看蔡奇的这个位置，你看他又代表看老干部啊，完了最近有多个表现说他的位置现在在直线上升。他现在有几件事情啊，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在卢沟桥那有个纪念馆。开幕的时候不是习近平，是他去开幕，他主持开幕。88周年，对，因为他实际上这个叫做双数的这个年是最重要的，他不是像那个什么中共建政或什么逢5逢10，他是双数，这是最重要的。上一次77的时候是习近平亲自去的，对，这一次的话呢，习近平没去，让蔡奇去的，而习近平如果说你是生病或者委托也行。习近平跑哪儿去了？习近平跑这个山沟去了，跑山西。山西的叫阳泉那个所谓的百团大战，然后呢，当地陪同的人就些地方官，没有军方的人。然后呢，最后对谁讲话呢？也不是说什么对多高的官员或者对什么电视讲话，是对一些这个小学生。对些什么当地工人，对，你这两个这个一比较，你就发现他关键出问题了。关键蔡奇背后还站了军委一票人，站在军头在到后边，一大堆上将。你说你又不是军委的，你就是一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么个人儿，太有意思了。这是第一个哈，蔡奇还有什么？这77这一个，今天
今天他又代表这个习近平去看望各个专家，那么大家就在讲说这个蔡奇这个位置啊，很有可能去往上走，你们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看现在哈，就是我们讲军方这边的话，他也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集体领导，讲这个清除这种叫什么遗毒。这是讲什么呢？苗华呀，什么何卫东啊，毫无疑问是这些。但是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苗华、何卫东是谁的人。而集体领导在过去习近平这种大权在握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在军方提出来叫集体领导的，对吧？而且呢，是这个军报连续发文发了一堆的这种文章，讲这种集体领导，讲这种什么去控制这种一人的这种说了算的独裁性的那种的。结果呢，这个现在军方这么提。而以前的像何卫东在的时候提什么呢？这叫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代表什么？就相当于推翻原来那套东西。那么中共的这个体系里边，谁最大？军权最大，枪杆子指挥党，不是党指挥枪啊，不对吧？真正来讲是这个枪指挥党。所以你看邓小平像当年的话，这个普通党员的时候，他还是军委主席。所以他为什么他不到后来就是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都可以这个指挥着，对吧？就普通党员南巡的时候，那时候都不是军委主席了。南巡的时候已经退下来了。对呀，退下来了，为什么他能够指挥呢？枪杆子是他说了算，什么杨氏兄弟？对，杨氏兄弟。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他说保驾护航，那意思是给谁保驾护航呢？给老邓和老邓思想、老邓的这个路线保驾护航，就枪杆子在我后边就可以指挥。所以你说的这个什么董书记或者其他当时的这些江泽民是董书记和什么军委主席什么几大这个官方的头衔在他那儿，但是没有用，就枪杆子在谁手里边，在中共体系里边，这谁说了算，对吧？所以呢，你看这个枪杆子不在习近平手里边，习近平甚至这个视察也做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政治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就是看起来是在讲说集体领导，是吧？习近平叫经济思想研讨会，比如说青山绿水什么什么研讨会，这些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是未来这些东西可能会被，就跟蔡奇讲的一样，要把它变成党组织的这种成果，给它继承下来、传承下来。最后呢，这样的话就将来，比如说就跟后来这个邓小平跟毛泽东切割一样，就是他实际上是否定了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但是呢，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集体创造，那一下子就把这个说毛泽东原来那相当于是个人的英明指挥，这种叫做领袖的伟大创造，这个是过去更早是这么讲的，对吧？这种神话毛泽东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对吧？可是呢，当把这个毛泽东降为一个人的时候，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说这个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创造，那其实相当于本身就把毛泽东降格了。对，同样当习近平把这个东西所谓的叫什么经济思想，所谓的什么等等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把习近平本身降格了。所以这两方面，军方和这个政治方面，你再去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变化是很有意思的。今天还有一个哈，现在呢官方是没报道这个消息。姚成啊，这之前中国海军的那位上校嘛哈，他经常会中校，他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内部的一些消息。他今天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他就在讲说，现在这个张又侠呀，这边开北戴河会议呢，按理说张又侠应该在北戴河出现，对不对？但他呢现在在张家口在做联合军事训演。我查了一下，在过去这些年呢，张又侠都是在10月份，10月末在张家口也做联合的这种军演呐，等等等等。但是呢，在北戴河这边开会，同时那边要做，如果这件事情要真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曾经啊，有人讲过，我看有传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军方有人在提，那些上将在提，说呢，应该如果这个叫大阅兵，我们不向你这个张主席去汇报的话，我们不参加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方面，就是他这一次出现的话，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因为这张家口以前的这个阅兵或者河北那个时候是准备大阅兵的时候，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准备。
准备的话，然后到这个真正阅兵的时候，再把这些人再搬进来。所以呢，这一次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像去安抚，或者是做部署，或者去防范这个整个这段时间的周围的这种安定，这个很可能是跟这有关系。对，他现在的这个演训很有可能就是跟大阅兵有关。9月3号，对，跟9月3号有关系，但是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今年这个8月1号的这个建军节，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习近平也没有出现，然后张又侠也没有出现，然后大家数一数，好多上将都没有出现，大家当然就是说这些上将到哪去了，干什么呢？怎么回事？所以习近平没有出现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就是我前2天跟一个朋友谈，如果他这样说，他说你假设有一个集团真的在想要取习近平而代之的话啊，他的步骤应该是什么？他说他的步骤是最好的一个步骤，就是习近平集团里面的某一个人取代了习近平，习近平又相信他，觉得这个人肯定忠诚我啊，我就同意，好，他上去，我身体不好了，我退下去，然后这个人上去以后要扳倒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太容易了，就是会非常的顺理成章的，马上就，因为你的背后的事情太多了，你这想要，因为你又没有资历，又没有家族的背景。又没有这个党内的这种各种历史，你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们觉得蔡奇现在其实很危险。过去虽然有9000岁，这属于对吧？对在过去，9000岁是很危险的。他这个位置是在那儿，但是他属于中央书记处的，这属于秘书级别。哦，不，他是常委哦，他是常委，是这个正国级哦，正国级。他原来是管着这叫警卫团，对吧？就是他其实原来这个权力是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的这个常委的。他不光是现在，他不光是管中央警备局，他还管公安部的特勤局了。特勤局最近那个局长，也就是公安部的福建的，对，是他的人调过去的，所以就取代了原来王小洪的这个亲信。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大家都说这个蔡奇最近的这个权势熏天呐，就很厉害啊，如何啊？但你在石山老师看来的话，这个事儿这反而危险，很危险。对，这很玄乎。所以这个北戴河，包括未来的4中全会呢，到底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啊，会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什么样的发展，这是大家关注的。对，如果真的像现在网上沸沸扬扬的，现在可不光是中文圈哈，现在美国呀、英国的这些 BBC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网上都在传习近平这个失势了哈？美国的、日本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涉及到他谁，就刚才说谁会成为这个过渡者？谁会成为这个后备班子的这个人？现在看来，这蔡奇是其中一个了。还有哪些人？挺吆喝的，就说得选了一个这种头面人物，就是说前台人物。对，恐怕就是他。因为从合法性上来讲的话，作为中共，这是突然间你说蹦出来一个不是常委的担任了常委，还成了一把手，这个在中共他是要脸面的嘛，总要这个化妆一下这个出席的，这是中共的那种特点，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看起来是很古怪，或者看起来不合法的，所以中共这个有时候就非常可能是选一个看起来合法的一个作为头面人物前台出来。2周啊，北戴河会议，紧接着就要到10月份就是4中全会，9月3号有个大阅兵，所以呢，这个北戴河会议，我们这2周之内，一般开会期间好像消息传出来也不多，但是呢，总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啊，我们就可以再继续观察。对，北戴河还有没有什么咱们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觉得还有观察点，咱们应该告诉大家，提醒。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出一个工作会议的一些东西，跟经济有关，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现在采取措施也不是，是不采取措施也不是，因为它是个周期性，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个时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你看李强等于是把所有的经济问题这个大权啊全部又拿回去了，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因为
习近平一直在跟李克强争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权利，争这个财经啊、金融啊各种各样这种，就是把所有的决策权，就是那个叫什么议事决策什么那个各种小组长，对，各种组长用这个组长的名义把它全部都拿过去了。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你发现所有的各种决策全部都是李强的东西，全部都是，而且是李强在发指示，在说话。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他就已经往回缩了，这个东西都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啊，有可能北戴河会议会中国大的一些经济上面的会有一些政策，有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其实对中国的下半年经济我不看好。我是认为的话呢，它是各种原因，它下半年不会采取大行动。就是说，因为你上半年把自己这个调门吹得那么高，把自己鼓吹的成就那么高，就是5.3呐，或者什么超过了什么历史的这种成就啊，对吧？你带来一个结果，其实你不好行动。你不采取行动，问题现在呢，实际上是危机四伏，对吧？你国际上来讲，这个美国的门一关，现在关死了有点，把各个国家的这个在附属条款里边的话，其实都有一条，如果特别东南亚，如果你进口了这个，你转口40%的关税，你不转口20%或者19%。那你告诉我，你这些国家，你说他是转口还是不转口？那当然想方设法的会把这些中国的产品给它关掉啊。然后呢，欧盟现在也相当于有点翻脸了，说这个冯德莱恩说现在这是一个我们说历史这个转折点，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了，对吧？这话其实说的，我觉得在从外交场合来讲，已经是明的不能再明了。没错。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个经济其实是要完蛋的，要出问题的。所以今年下半年一定会打出大问题。而到了中共这个特点，就跟当年2018年底那时候习近平就是经济整个看起来是跌到了这个负数的时候，他突然间出来接见这个就是企业家啊，自己人啊，你们是我们自己人。对，我觉得今年这个经济恐怕到最后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不采取行动，到了年底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数字非常的这种难看，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的话，晚了。所以我觉得今年经济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有什么？其实已经出了问题了。把企业家找就什么依法治国了。现在要讲说这个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说2个毫不动摇嘛，都说已经再提出来了。江泽民时代的口号全部重新拿。但没用啊！你看现在是企业家被找去，现在很稀里哗啦在跳楼。前2天60天之内几个3、4个啊，4个企业家跳楼，年龄才50出头哎。对。正是黄金年龄的时候就全跳楼了，那很多网上都在质疑这件事。所以我现在看到还有人在传的一些消息是什么呢？有些企业家这是跳楼的，还有一些企业家一看跑了。对，所以你说下半年经济能好，我觉得很糟糕。等盯上你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其实你们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其实这个北戴河会议，包括习近平这个位置呢，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哈，就是其实他在整个军备要打台湾，所以你按照刚才你们2位这么分析的话，打台湾那种可能性有吗？在这种情况之下，而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权力交接。我不认为中共其实短期内会打台湾。为什么呢？他从军事这个能力上来讲，他不敢；从这个跟美国对抗角度，他不敢。他非常现在害怕美国，所以你看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第一个相当于是跟川普这边先通了气儿的，告诉我这边有个 conclave 时间点啊。对，第二个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先跟美国这个讨好各种关系。彭丽媛多长时间没出现了？出现一次的话，这叫什么？什么古岭情还是什么情的？就是说，当年的这个习近平在南方的时候，他那边当时有个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老人说，突然间想起来说，小时候我们在那儿好像抗日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儿有一些这个纪念，有些回忆的故事。结果当时的这个在当小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就把这个人或者当时找出来了，然后呢就接见了一下，所以后来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传统，说这跟美国搞好关系的一个渠道。彭丽媛这一次是参加了这个活动。还有另一个呢是就前几天的话，这个王文涛
就是商务部部长，对吧？接见了谁呢？接见了美国的一些企业代表。对，啥意思？对吧？很明显，据说还见了这些美国的美中商会的这个企业巨头们，还见了这个刘鹤，见了这个易纲，对吧？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相当于是大家是在表达一个这种彼此合作的一个善意。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叫他们见的，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一批官员啊，跟他们没有交情，以前没打过交道，所以怎么样去联络感情啊？怎么样去谈一下，或者能够套一些内幕？到底川普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你们美国佬啊，这帮白宫这批人到底想干什么？他要找人去探呢，就不是官方能探得出来的，对，一定要找老关系探，比如王岐山啦、刘鹤啦、易纲啦，就是以前跟他们这个私下喝过酒，什么就是聊天比较多的这些人，一起上过炕，一起嫖过娼，这样的人物才能探出来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就是去了以后，就是找这一批人跟他们去谈。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是，在做一个正式沟通之下的一个东西，他们在做努力，在做一些动作，这个是很。所以如果说我们讲说中共现在是准备好翻脸，准备好这个打台湾，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费劲，所以他肯定从这个沟通角度来讲，他希望稳住美国，对，他希望各方面经济啊，至少说别出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想法。他现在是这样，他有这种说法，他的一个背后的逻辑呢，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习不是一个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然后到了现在这种局面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面军管，想要全面军管，唯一的借口就是战争。所以呢，他们就是谈到这个里面的事情是，比如说何卫东，他们说何卫东没爪，何卫东啊，其实在前一天准备开干的啊，说还有很多像什么林向阳，就原来东部战区的司令，他们在干嘛？原来他就打台湾的这个总指挥。前线的总指挥，他是带了一大堆专家，现在密切的正在活动，正在做准备啊。他们是在谈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问题是他不一定进入全面战争，因为战争在我们看来啊，一打就开始像那个诺曼底那样啊，就开始军舰啊、大炮一打就开始登陆，什么不一定。战争啊，它有很多阶段，有很多模式。它有灰色战争、有限战争、局部战争，这个就是打而不战的战争，就像毛泽东当年打金门炮战的那种感觉。我就是表示现在是战争时期了。单号开炮，对吧？对，双号休息。单打双不打，然后双号休息。每次打这样，这金门是很搞笑的，金门和厦门都是这样的啊。那边喊将军弟兄们，我们现在要开炮了，开炮的目标是2号海滩，然后说。这个，然后嘣打几炮，在这通一炸，然后那边也说共军弟兄们，我们要开炮了啊！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厦门什么银滩，然后叭打几炮，然后双方呢，这是一种战争，这战争没有结束，双方都可以。干嘛？随时军管啊，都可以军管。在台湾就是戒严，就是戒严啊！我这战争还在继续啊！在中共那边呢，就是这个全国军队 No.1 就是第一啊！这个就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模式呢？当然，这个炮战呢是比较小的，它可以再稍微大一点，比如说他去打个马祖，或者是。对金门或者在海上搞点什么事情，这个战争就开始了。开始我不一定真的打呀，我可以宣布戒严呢，我可以宣布别的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我就可以借这个名义说我们现在战争开始了啊，要统一台湾了，大家都不能乱说乱动了。军委主席是不是要负责了？这个是一定要负责是吧？然后你们各地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你们搞经济有祖国统一重要吗？对不对？你说这个大家，你们说这个工资减了，你有统一台湾重要吗？对吧？它有背后，当然它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事情就危险，因为一旦开始，
你就要双方有默契。你想打这种有限战争，要双方有默契。如果双方没默契呢？美国人跟你没默契呢，或者台湾的你打我，我先打上海，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东西，这个里面可能就是随时会升级，所以这个里面就风险非常大，危险非常大。这是有一类的这个看法，他们是这么看的，就是所以现在啊，习近平越实事，经济越不好。中国社会越乱，反而战争是越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是他们那边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也都一直在分析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方方面面条件，你别到时候真打仗，你承受不住压力，你咔嘣没了。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它的后备人选是谁？谁掌握这个军权？所以我觉得这次北戴河会议非常的诡异。那我们今天呢去讲一讲。刚才下面有一位叫做 Good Music。他说：“还记得吗？川普之前点名说过要和蔡奇见面，然后被习近平阻止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听众都在记着，对吧？有确实6月份我记得是吧？他要跟他被称作第2书记啊，就第2号人物了，蔡奇成，川普要点名要见他。秦鹏刚刚说9000岁啊，对，9000岁非常危险。对，所以9000岁非常对。所以这次我们不妨看看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是非常有经验，也很有观点。那么这一次北戴河会议到底是干嘛？要打仗，还是习近平要退位？您选择一个答案哈。如果是习近平退位，你就是个1；搞不好他们要打仗，你就选个2。总而言之，这一次看点是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那么北戴河的这部分注视着，刚才讲哈，但是中共他这边没闲着，他的经济非常的不好嘛。刚才我不讲吗？你看跟美国之间关系很糟糕，现在，人家美国今天讲了啊，他对印度是川普直接今天发帖子要去涨印度的关税，就因为你还在俄罗斯买石油，而且你还跑到 public 这个公共的市场上去卖，赚取暴利，所以今你就看到了，这本来是宣布第一次达成协议，可能跟印度达成协议，现在人家欧盟搞定了，日本搞定了，各个国家都搞定了，他现在要加印度的，而印度和俄罗斯和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关系这场战争。普京今天也表态了，所以这么关键点，中国那边你买不买石油啊？这个战争停了之后，你跟俄罗斯关系怎么样？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你还要打台湾？你有这样一个能力吗？但反过来，我们看中共在干什么哈，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在这2天他的国情宣传上，他在仇视日本，他可不是仇视美国。整个的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在南京照相馆，他南京照相馆据说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说呢有个14岁的照相馆的小工啊，给这个日本人他来洗胶片，洗底片。结果呢，发现这里边记录的都是什么杀戮啊、强奸、抢劫啊、蹂躏等等这些。他呢在这里边去把这些底片留下来，选了16张，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据说还在东京大审判的时候呢，起到了关键的证据啊。大概故事情节是这么个东西。那这个南京照相馆呢，去播出的时候，现在在中国大陆呢，现在是所有的党政机关、中小学都组织学生全部观看。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从今年开始以来。导致了一个票房最高的这么一个，过去票房非常惨淡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哎呦，开始蹿了个高，就是因为这个南京大屠杀，那不是这个南京照相馆。但这件事情呢，特别有意思，刚才秦鹏你讲到了，居然呢，现在很多看了这个电影的。整个的舆情啊，现在是冰火2重天。一方面呢，就是家长带孩子的那些孩子的表现令大家非常吃惊。我们看在网上很多家长贴出来，孩子睡觉的时候梦呓当中我要杀死日本人啊，然后呢，有的孩子把什么奥特曼、所有日本的动漫的，那是小孩。那是现在小孩子最心爱的东西，全部都撕掉。然后有的孩子大哭啊，有的妈妈问你还喜欢日本东西吗？你要不要怎么样？那小孩子我要杀掉日本人，我再也不喜欢日本了。所以这个孩子和整个还有放映的时候，有的2个男的从楼上楼下走下来啊，我们要报仇雪恨等等等等的这种仇恨教育，这种反应呢，让网上大家就觉得我的天，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秦鹏，你看这个反应的时候哈，你看的这个南京照相馆，他在国内如此大的这种动作，你怎么看？他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去煽动，我刚才可提到了，日本企业都在观察这一次中国的民意会怎么样啊？好像是列宁说的，对吧？
当这个就是一个政权它陷入危机的时候的话，它这个爱国主义这个破旗它就会拿出来了。就是你当这个我们说他不得不再进一步的加码去升级去仇恨一个这种外国的时候的话，其实代表中共其实他现在是非常的清楚他遇到了大麻烦。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打这个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了，反而呢，他现在要去把这个目标转移到谁身上？转移到日本人身上。就是代表的是中国经济现在问题，这个就业出了问题。年轻人今年是多少呢？1222万的大学生要毕业，对吧？你这帮人去哪儿工作？不知道。就是现在各个学校、高校传出来的这种已经分配就业的10%、20%，就是剩下80%可能是根本找不着工作的人。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你这10%、20%还得去，你必须拿着企业的这样的录取你的，否则我不给你毕业证。那好多后来的就业都是假的嘛，就是找一个地方盖个章嘛，是吧？我们当年这个毕业的时候都是找个地方去盖个章，然后最后去弄。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业不是问题，就是啊，对，所以呢，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你根本就解决不了就业。解决不了就业怎么办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大家把这个跟动物农庄一样，就开始呢把这个造成国家这种问题的以及带来你的这种痛苦的这个原因，把它推出去，把这个目标转移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电影其实是为了这个用的，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什么9·3大阅兵啊，什么纪念这个抗战88年呐，不是，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种应对危机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么密集，就在这儿。为什么就要去带领大家去宣传、去看？实际上，这个网信办这个中宣部他下的命令，教育部对吧？所以他就要把这个目标转移出去。我觉得这是根子的问题。对呀，那你现在它不光是这个，它还有什么731等等的。然后呢，我看到呢，现在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叫东极岛，就是所谓的叫舟山群岛。然后呢，有一批当时的这个击中了一个这种日本去转移这种叫英国这种战俘的这么一个商船下来可能上千的这个就是英国的这种战俘，结果呢，这些当地的这些渔民就开始呢去救这个战俘，然后就是8月8号好像是什么开始上映。这个很快也开始了，对，就是这些电影很明显的话，就是这个目标都非常集中。8月8号哈，8月8号是东极岛，你刚才说的这个，然后8月15号叫山河为证，还有平石先生啊，918还要去上个731。那这个一系列的你看，就从7月底到现在到9月份，一直都在去做仇恨日本的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呢，电影出来之后呢，就恰恰是在7月31号，当时在苏州，又是在苏州，一个日本的母子2个又被袭击。去年那个刚刚去也是在苏州嘛，那个人刚刚被执行死刑，那今年又开始了。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在东京这边有2个中国的男性也被重磅打到头上面袭击，然后中国外交部呢也站出来就在说，你这是要马上立即调查呀，你们这是种族排外啊，这个种族仇恨煽动，你要立即拿出个结果来，这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些说法。所以你回过头来，刚才我说了，在现在的这种背景之下，他去煽动跟日本的这样一个仇恨，也许你能做到，那人家日本不害怕吗？人家不往外撤吗？他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是做过评估的，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仇恨日本的这个从历史渊源，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大家是有这个我们说是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根源的。中共在这个真正的开始仇恨外国，其实是在这个2000年前后，对，就是最早呢，是因为说这个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了之后的话，整个这种东北或什么地方那种大下岗，对吧？大下岗之后的话，整个经济以及社会出现了很大动荡，最后那个政权其实出现了危机的。没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开始仇恨美国，那个时候煽动美国，然后呢。后来当然加入了 WTO， 又这个出现了这种什么911事件，然后呢美国把中共呢作为一个这种联合反恐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
这相当于部分救了中共，加入 WTO 嘛。但是呢，中共呢，因为是后来经历了这么多年这种发展之后，特别这个89之后，对吧？一次一次来讲，它就相当于就剩了一个这个合法性，所谓的经济合法性，光靠这个是维护不住政权的，因为它总是有经济各方面的这种震荡，或者什么房价过高，或者什么等等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拼命的煽动这个民族仇恨，所以一开始选了美国，后来呢又选了法国。法国是2008年那个时候是什么西藏的这个中共在西藏镇压那些西藏人，后来引起了这个国际抗议。再后来呢，中共就开始煽动叫做抵制家乐福。再后来呢，就是又把这个目标转向了日本，后来发现日本还是最合适的。因为你日本有好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事儿或者原因，什么包括钓鱼岛啊，包括这种历史纠纷呐，你那个其他国家总是一个这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要费比较大的劲儿去没错，所以他日本呢就很多事情挑一挑就可以很容易挑出来。我先问一个问题哈，我们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是从大陆出来的话，你们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对日本人的这种深刻的仇恨？你看，你说从2000年才能反日，不，真正到日本的那个大仇恨的话，2012年，对，2012年的就是当时是有这个钓鱼岛那个事件那个之后，就实际上当时这个事件还真不是中共官方说的。钓鱼岛那个事件呢，叫东京都的一个知事，这是相当于是日本的极右。极右这帮人呢，相当于是想把这个钓鱼岛的话，给他让当地人给透钱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要开发。对日本的政府来讲，不愿意惹事儿，一开发的话，他就相当打破了原来他跟中共达成的这种叫做不开发，然后呢搁置这种争议这种说法。结果呢，后来这个日本政府就决定说，那我日本政府把它买下来吧。结果呢，中共的话就不干了，反而，因为按理说这是他相当于帮着这个中共解套。结果呢，中共就趁机这种宣传说啊，日本怎么样的，就开始拼命的去鼓吹去宣传仇日。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个西安的那个砸日本车的车主，给他把那人拿那个脑袋可能打坏了，是吧？对，这个人现在判了12年，那个后来砸人的那个人，对吧？中共这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嘛，这是。所以真正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很多人一直是以为这是只是针对日本。但事实上，如果你从那个时间再去看当时全国以及中共对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局势的话，你会发现呢，当时其实是2条线，一条线实际上是煽动仇日，另一条线实际上是2008年之后的这个中共的野心膨胀到了呢，就是要对外扩张。2008年，他觉得已经成功举办奥运会了，之后经济是世界第2大国了，然后这个军事各方面已经很了不得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对外往外扩张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恰有在2012年，还有一个大的事件，其实叫黄岩岛事件。就是在南海这边的话，有这个菲律宾这边的话，它是相当于是所谓的渔船呢，跟一波的这个大渔船就呼呼隆隆，不知道为啥就集体跑到了黄岩岛那儿。那个菲律宾的这个海事船就傻乎乎的去驱赶人家，结果这帮的中共的这些趁机就把这个岛给占了，然后马上就开始这个军事化。所以很明显，那实际上是一步大棋，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仇日的问题，那是中共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了对外扩张的野心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整个在东海、台海、南海整个就开始往外扩张，因为要打出第一岛链去，然后的话最终要去这个跟美国争霸，它是必须去把这些地方拿下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话，那个时候是这么来的这件事儿。2012年我已经都出国了，我是2000年到日本，然后我印象当中特别深，我看到那个太阳旗的时候，我心里是不舒服的，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就是我就从小看了电影，然后呢还是觉得日本人不好，然后呢我自己却跑到日
本去了。我记得当时自己的那种情感是很清晰的那种感觉，然后很纠葛，对，就觉得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是很多东西是顺其自然走到那儿的，不是说我非要怎么样。然后这种感觉，我就刚才谈到这儿，我就想问大家，哎，那你们觉得在大陆的时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概念啊？对于日本人恨的简直是恨之入骨。刚才有一位叫做 Jane， 他说诗珊是我们同龄人，我和你一起背毛诗。所以诗珊，你那个年龄，你有仇恨日本吗？没有。现在的啊，没有，那时候都没有吗？没有。那个年代，毛泽东可能还那个呢，叫做这个感谢日本呢，是吧？对，没错。毛泽东在毛选，毛泽东有第4集是吧？对，这第三卷、第4卷都有啊。他这个毛选里面啊，总共出了5卷嘛。毛选里面有很多，他见田中角荣啦，见日本的议会代表啦，见很多人都是说我们感谢皇军。他说你们不用说对不起，因为那个日本人到中南海以后见到毛泽东就鞠躬啊，说我们对不起，我们日本人，因为这些人呢，包括当时我记得他们那个议长，日本的那个议长，曾经作为侵华日军的一个低级军官在中国住过的，所以他见到毛泽东以后就鞠躬说啊，我们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民。毛泽东他哈哈一笑说什么对不起啊，我们感谢你呢。我们这个因为没有日本皇军，我们怎么可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是这个嘛，这是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这个话在毛选里面都有。后来毛选删减了，对不对？对，当然要删，当然要删。你看1984，真理部干什么？真理部就是不停的出各个日期的报纸。因为你要改，你不能光改今天的，你得改去年的，是吧？所以去年每一天的报纸你都得改内容，所以这真理部的工作越来越完，都要改，不停的所有报纸，就把以前出版的报纸全部收了销毁，然后重新出一批放到各个图书馆里面。中共就专门这么干。这个事情确实是，不过我可以提一点啊。中共呢是有这个书啊，你像你说的这个最可爱的人，那就是讲这个抗美援朝，对。然后星火燎原，就是讲红军的，对。然后这个抗日烽火啊，还有什么这个就是讲这个抗战的是最薄的，土改的，抗战的是最薄的，内战是最厚的。这个就是这个红军时期和内战讲的特别多，抗日战争讲的非常非常少。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大家就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对不对？江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是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叫做新四军。你有没有查到过新四军跟日本人打过仗？没有，只有一个什么黄村遭遇战，大概是几十个新四军和这么10来个日本人在一个村，可能没有协调好，撞上了，双方还误会了，就开枪，结果大概打死了这么1、2个日本人，然后还赶快撤离，皇军在后面追了以后就跑了，这个叫做黄村阻击战，是吧？我跟你讲，全部的就是这么多，新四军消灭了多少日军？没有。新四军是打过很多大仗的。新四军把这个国民党的部队打得屁滚尿流的，杀了起码好几万这个国民党。叫什么黄桥什么地方那个什么战？黄桥战役，对，这个打国民党那时候是，对，当然新四军自己也被国民党打得够呛，那个皖南事变，整个1万人9000多人全军覆没，这个也打得够，就是新四军在整个江南的这个活动的里面啊，在这个中国南方的活动里，有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仗？您查，根本基本上查不到，对，非常非常小的。好，八路军也是，你想想。你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在山里面，在什么晋察冀啊，这个山那个山里面，毛泽东是做过指示的，非常清楚的指示，国民党还拿到过这个指示，还在报纸登出来了。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傻了吧唧的跑到前线去，因为这个日本人打中国是
占的地方越多越好，杀的人越多越好。这个是他亲口说的话。讲日我三国志。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趁着这个日本人占地盘呢，我也趁机占地盘。所以那时候毛泽东其实是有一个秘密指示的，叫做7分这个发展，对，2分这个对抗，就是摩擦和这个国民党那边去抢地盘，对，还有呢1分是叫做伪装抗日。我记得在日本东京啊，有一个大概有上万人日本人。他们每年都有聚会的，这些人那个老兵是吧？叫做他们在新四军里边，不是在不，在哪个里边？那个四野在四野里边，然后他们还聚会，因为呢，我看了那时候在日本嘛，我看了一些报道，他们还很心潮澎湃，因为他们是在第一线，在前线打国军，对，然后狠狠地报了一通仇。对他们和共产党联合起来，然后他们还回忆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你知道有这个，我为什么会想到那个抗美援朝，就是，像我们从小被洗脑了之后，我真的是从抗美援朝说谁最可爱的人，联合国定义这是侵略战争开始的。那你知道，当我看到日本人跟共产党一起去打国军的时候，我现在都能记着当时的那种感觉，我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崩溃掉了是吧？我崩溃，就是我过去我的脑海当中灌进去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什么是真相啊？这个扒皮抽筋的这种反思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中共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特工系统，他在江南的特工系统。有几个人，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叫做潘汉年。潘汉年在这个就是南京一带活动。潘汉年最后被毛泽东直接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最后死在监狱里面，就完全就死。潘汉年为什么给抓？因为毛泽东给他一个指示，叫他去找那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人做一个协调，就是双方不打仗，只打国民党，就是只打蒋介石的部队。而且他后来也跟那个日本的当时是那个特务机构，他实际上是外务省底下的特务，叫岩井公馆，那个负责人叫岩井英一。就是所以那个历史的话，后来也被共产党被揭出来了。他拿着，因为别人不相信了，你潘汉年你什么人呢？你又没名气。他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去到这个岩井公馆，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相信了，然后后来就达成一个协议。这个事情呢，等到中共建政以后呢，潘汉年就跟这个周恩来说，因为周恩来是管特工系统的嘛，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记录档案？我们怎么弄？这个周恩来呢，老奸巨猾，马上请示毛泽东的。你说潘汉年还能活吗？其实绝对活不了的。所以整个中共最厉害的以前，你知道打倒的第一个这个汉奸，这个内奸，这个叛徒就是这个潘汉年。中共发家，卸磨杀驴嘛，对。中共的发家就是在江南，就是在上海一带的。以前中共的白区工作，以前共产党最多的就在上海到南京这一带。所以在中共建政之前，力量最大的就是在这一带，最后这一带的人基本上全军覆没，不许进北京。所有的人吧，从潘汉年开始，从潘汉年开始，一系列的人全部都被整肃，非常惨，非常惨。当然还有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大家都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江青啊，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事情，所以。整个这个中共在抗战期间，如果我们说南京大屠杀竟然造成中国人这么大的仇恨，当时完全有机会可以去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国军确实在到处拼的你死我活，22场大型会战，3000多场战斗啊，就是这种中型战斗，几万场的这种小型战斗，光将军就死了250多位，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基本上跟日本人没有打过仗，尤其是新四军。我为什么说新四军？新四军就在江南活动啊。除了一个沙家浜以外，我们看不到他跟日本人打仗。对沙家浜还是样板戏那个里面就是躲在芦苇荡里面，这个吃鱼吃虾的那个在就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我问过一个朋友，他爹就是新四军的。
然后他爹翻开这个膝盖给他看，抗战时候留下来的伤。哦呦，他崇拜坏了啊！说你这个我爹对日本鬼子打仗啊，还受过伤。最后他爹说了，其实下乡都是给老乡的狗咬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我问过很多老军人，有在延安的，有在下面根据地的，山东的，有新四军的。我问了很多，我大概问了10几20个，都是当年参加就共产党那边的啊抗战的人。很简单，我问他：“你见过日本人吗？”我问的这么多人里面，只有2个见过日本人，其中有一个说：“我在延安还跟他们打篮球呢。”啊，就是日本被抓的俘虏或者投降的叛逃的人，在延安有一个支队，就是日本的这个反对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团队，他跟那帮人打过篮球。我说呢，最后只有1个人真的见过日本人，在战场上见过日本人。还不是跟他打仗。我说那个，他说那你他说见过，看不清楚。我说为什么你看不清楚？日本人那个枪一打，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不是别的部队，他是在华北。他说那个华北的那个自治政府的军队打枪的那个响声和那种节奏啊，跟日军完全不一样。老远一听日本人军队来了，骑上马就跑。我说你跑，你不是打抗战？他说开玩笑，你等你见到你就跑不及了，你就跑不过他。我在中国我还真的去做过这个调查。中国的共产党的军队真的是没有，基本上起码我没见到。我真的是没见到任何的说跟日本人直接在抗战怎么个打法。事实上，在华北啊，在整个就是中国的日本人占领的最全的地方，整个华北也是共产党发展最厉害的地方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除了百团大战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型的战争。平型关是刚刚开战的时候第一次，林彪被批评；百团大战打了一次，彭德怀也被批评。那个就是过岛暴露了我军实力，暴露了实力啊！最后这个你可以去那个日本的这个靖国神社啊去找，这个有资料的。他每一个日本人死，他都有名有姓，死在哪儿，哪场战斗，怎么死的，全部有名有姓。大家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中共这么恨靖国神社？因为那里面记载的太清楚了。所以后来他们都统计了一下，和这个中共直接有关的话，也就是800多人。对，800多人。对，一共死多少人？中共才这个只占了800多人。一共是据说是40多万，40-50万大概。对。其实，在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个资料，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就是当时我们回头看国民党为什么会输掉，会被共产党给打败了。你说的这个事呢，我是真的是有亲身的故事。我们的一个朋友的长辈吧，这样说吧，就是四野的军人，他亲自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们去打海南岛的时候，在湛江，他们的部队赶到以后，就说我们现在牛了，都有卡车了。他发现那个很长的卡车啊，在那个公路旁边全部停下来。哎呦，他就跟那个他有点文化，他跟旁边那个就是其他的军官就讲说，你看我们现在多牛，每一辆车停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司机下来站在那个车头，走过去才知道清一色全是日本人。清一色全是日本人，司机全是日本人，因为中共的土八路啊不会开车，那个他们的司机运输清一色全是日本人。然后我还亲眼见过一个日本兵。你在哪里？我在广东。哪一年代？我小时候，他是一个修汽车的，一个修汽车的汽车兵，会讲中文，但是中文呢他不太开口。然后小孩嘛。家伙，日本鬼子！我说怎么日本鬼子呢？哎，他是投奔革命了。投奔革命，他后来就是说，他就是在关东军里面的这个修汽车的兵，
技术兵啊，技术兵，然后就不愿意回日本了，留在中国，就一直在部队里面。所以你刚刚说那个1万多人，总共是在东京这边。对，你知道，别说别的，光38军里面的日本人就有1万多。我看到，所以38军的这个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38军是因为日本人这个帮着打出来的。这个38军有一个叫日本在38军的这个战友会里面的就有1万多人。日本人纯粹的是日本人，纯粹日本人。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当时苏联人出兵占了东北。苏联人不认为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开始啊，他认为那是满洲国。满洲国这不是中国的呀，所以所有东西全部抢走，所有的东西，中国人，我也烧杀抢，你要东北人恨老毛子恨死了，对吧？然后日本人、韩国人放了，日本人军人全部送到西伯利亚去，大概有40多，快50万人。然后这个是苏联人坏的地方。他发现日本人特别讲道义啊，就有承担啊，就直接下令，你要每一支部队挑出你们这个人去参加共军啊，只要参加共军的这支部队啊，就以后就我们就放你们回日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你知道这块好像是有一个是，他是说你去打仗，对，然后呢。你们要不打仗，我就屠杀那些留在这儿的，我也不把他们遣返回日本，就是人质嘛。对。然后呢，那些人很多都是军官，因为日本人讲道义。没错，他是士官、军官就全去了，所以当时的日本的军医、汽车兵、炮兵，这个机械维修的，还有他的部队里面作战的主力就是士官去了，所以你知道四平战役。最后一次四平战役打完，距离打辽沈战役啊，就几个月时间，就9个月、10个月时间。那个国民党都懵了，国民党的部队都是美械的新一军，都是在缅甸打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很厉害的。打到东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把共军打得到处跑。然后没过几个月，我天，没过几年怎么回事？我这帮人太凶了。当然，日本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日本的武器，还有苏联从美国人接收的美元的武器。我看过一个网上有一个哥们儿讲的啊，我没有查证。他说苏联援助四野的武器装备有多少呢？有8亿美元。8亿美元什么概念？8年抗战，美国总共给中国就8亿，总共给中国就8亿，所以他说加起来就是8亿美元啊。这个非常的恐怖啊！那个时候，中国一年的 GDP 也就是几十亿人民币，不到就是100-200亿人民币。对，所以那时候我们看3大战役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这段历史，就特别奇怪。就是你看当时打那个平津战役的时候，打这个天津，打了多少个10几个小时，万炮齐发。对吧？当时是就直接给轰平了，打下来的。对，当时我们就一开始特别奇怪，你说，哎，共产党不是小米加步枪吗？怎么有那么多炮？你怎么会拿来那么多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就算有那些土八路，他也不会呀。对吧？他哪打过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战役？他知道怎么去打呀，等等的东西他不会。所以呢，当时这个后来你了解历史之后，发现日本中共在背后，那个苏共在背后，日本人在背后。还不止，还有蒙古人。蒙古的军队也在里面，还有朝鲜的军队也在里面。朝鲜军队在里边，因为他是跟日军在一起的。对，他是跟日军。当时呢，所有的关东军里面的日本人就抓去当战俘了，所有的韩国人就是朝鲜人就全部放回家。但是呢，朝鲜太穷，而且这个打烂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他没地方可去，他也找不到工作，也没事可干，所以呢，就在中国要找各个军队。所以那个就是说，不是那个时候有一句说什么是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什么老子头八路，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对，这句话就是当时韩国和在东北的伪满军队里面的话。当时据说这个伪满军队是多少人？40万人。对，40万。结果当时这个谁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耻辱？就国民党那边要把他们给解散，全部解散，就不要他们。所以结果后来被中共老子头八路，对，被中共大规模给收编了。当时韩国的军队有大量的这些军人就投入了四野，最典型的就是朴正熙。朴正熙就是远东军里面的一个少尉军官，他就是先投共产党，发现共产党这个不对，再投国民党。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去当兵，跟着国民党撤退，结果又被共产党打了以后，又给抓了。然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办？”他说：“我回国吧。”就给了，那时候还好，给了2块钱，你回国吧。他就跑回国，回到朝鲜、韩国，回到韩国呢，先当警察，然后最后当了，因为他是正式军校毕业的，所以就升得很快，最后就当然到最后当了这个。韩国的总统创造了韩国的汉江奇迹啊！这个整个，那朴正熙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我有一个有一个朋友，我只知道他是朝鲜族。有一年，我大学毕业以后，他说我要回国探亲。我说你回什么国探什么亲呢？他说我是韩国人。我说你怎么是韩国人？他父亲就是这种。关东军投了共产党，然后跟着一直打到广东，然后他在中国出生。他父亲是什么呢？是这个有朝鲜族的人听到了韩国电台，他的奶奶在电台里面说：“儿啊，你在哪儿啊？你这去中国一去就不知道了，就什么什么。”那是80年代。最后呢，他父亲最后两国不是建交90年代，他就80年代通了信，90年代呢。他父亲已经退休了，快退休了。你讲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差不多退休了。95年和韩国正式建交。对，然后就带着他们家就去韩国探亲去了，就去探亲。回来讲的说啊，我爹原来是韩国人，原来在这个东北当关东军，后来投降了八路。但你看不出来啊，这中国话讲得好得很，他爹中国话也很好，一口东北大碴子话。讲得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事太多了。我在广东长大，我在广州这个地方都能见过日本兵，见过韩国兵。你东北那边更多。我是东北人，我反倒反倒是自己出国之后看到这些事情呢，那对我那种冲击是非常大的。然后你看刚才你们讲到的这个，就是2战结束，日本宣布失败啊，投降之后呢，刚才那40万在大陆这边的40万留了14万，然后呢这14万也是像人质一样，你们留下打仗才能把其他人让他们回到日本，这是一部分。然后刚才你讲到苏联那部分，大概也有20万人压到这边来，直接去打国军。所以之后就内战开始了之后呢，是因为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还有什么中共的渗透啦，等等等等的了。其中这一部分是它的最有生的军事力量。所以为什么后来林彪权力这么大，对吧？是因为也有日本人或者是好多历史原因在里头。很多别的这个元帅看不起林彪。原因就在这儿，你以为你会指挥吗？对，你以为你什么军事天才能打仗，平津战役什么辽沈战役你很厉害，根本狗屁不是，是因为后面的苏联军事顾问是到每个连的。而且是炮兵的参谋，炮兵最重要就是参谋。连那个苏联的军官都进来了，很多战役是苏联军官指挥，他们这么干的。那个他们哪会打是吧？他们都没见过这个大规模战争。操炮的，如果是日本炮就是日本兵，如果是美国炮就是苏联兵如果是这个什么，然后那个炮兵的参谋就直接就是苏联人，就给你校正啊什么，你想。炮兵打仗，那不是说1年可以训练出来的，绝对不可能的。19小时打下这个天津就是这么打的，是吧？他光要不凭什么打下来啊？光是20门炮弹送上去，这个怎么送，往哪一门炮送，那个都是1年都训练不出来。
你的训练不错。刚才像实战得打出来。石山讲的这么多的细节哈，就是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打一个1，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打一个时间线，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呢，你看你从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感谢日本？对啊，为什么田中邓小平那个时候向日本求援啊？为什么毛泽东不接受日本的赔偿款？然后所有这些连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个小兵站岗啊，日本八嘎呀路，就这些东西，对不对？好像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站岗。对，塑造狼牙山五壮士，就大概抗日战争就这么几部，就这么几个这个沙家帮，沙家帮，这几个英雄对吧？他会塑造一些丑陋的日本兵啊，这个日本鬼子，这些话是从那边出来，小日本都这么来的。对，但是呢，确实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他已经针对的这个去丑化，包括以前还有很多抗日神剧，这次都告诉了不要演抗日神剧，不许各个电视台不许上演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因为你会分化这个。你得解释啥叫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撕鬼子啦，就是一个村妇拿一条柴火棒，把一大队日本兵打得稀里哗啦啦，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吧，就是看着过瘾的自嗨的一种片子吧。这种片子呢，如果现在上演，它是会严重分化老百姓的仇恨情绪的形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广电总局已经下令，绝对不许放，绝对不能放，就是要集中全力，全部高度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制造这样的仇恨。这个仇恨的情绪是很重要，一定要制造出来。对呀，我们下面这个心机心，他就说：“请问中共此刻搞仇日大教育的最大的目的是啥？”刚才秦牧讲了一段。这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来讲一下，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共产党呢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的国家，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这样一个社会。它这个社会呢，就我们小时候，你说不清楚哪一句，你就犯了政治的这个忌讳啊，你可能就是反革命了，这很奇怪的啊。这个它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背后必须要有一套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要非常的泛政治化，哪怕你一个眼神，你一句话，你今天穿个红衣服，你穿个蓝衣服，你这个衣服上有个太阳，就是那个农夫山泉为什么被人家搞啊？就是说他那个标志上有个太阳嘛，这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一个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所以这个真理部就专门负责撒谎的这个真理部。共产党到了1989年以后，它背后的这个意识形态完全崩溃。你现在去问所有的共产党党员、共产党的官员，你信共产主义吗？你真信共产主义吗？你信仰共产主义？你信仰共产主义，你搞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你把孩子送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它用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做了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但是呢，抱死犹留皮一袭，就是说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崩溃了，但是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整个专政体制不能没有，一旦专政体制没有了，这个政权就没有了，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不能搞什么司法独立，不能搞中产阶级，不能搞公民社会，不能搞这个律师太厉害了，怎么样？媒体如果能够发展，不能够让大家自由的上网，这是绝对不行的。它下面要维持这个东西，但是你没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去维持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在2000几年到2012年之间，共产党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诀窍，就是他用一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东西，把原来共产主义的东西完全取代，用民族主义、用国家主义来取代以前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国人，可以不讲共产主义，但是你不能不讲国家。
不能不讲民族啊，这个爱国主义。所以这个民族主义以前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没有祖国的，对吧？对啊，现在的话呢，这个必须是什么超级爱党爱国的。没错，你那个八个样板戏里头我太熟悉了。八个样板戏里面有一个红色娘子军啊，红色娘子军那个党代表啊是从东南亚回国的一个华侨，然后。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一场很重要的戏，就是吴清华，就是这个女主角，女的这个党代表，这个女红军啊，对，她要受教育的一场戏。那个黑板有个大黑板，黑板上面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是列宁的原话。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眼里是没有祖国的，是没有民族、没有国家的。甚至没有家庭的，所以叫共产共妻啊。所以这没有家庭的，他要消灭这些东西都是陈旧的概念，私有的东西，必须把它给消灭掉。对，所以要把那一套呢，现在已经没有人信了，所以把它去掉了。现在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走到这么极端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有仇恨，要有敌人。没有敌人，这个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啊，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如果我爱这个杯子，那我就是爱这个杯子，是吧？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这个语境里面，爱是要用恨来表达的。所以在中国，爱中国是要用恨日本或者恨美国或者恨台湾来表达的。他就是说，这个很吊诡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必须要用恨来表达一个爱。你在美国，你问一个美国人，你爱不爱美国？爱，为什么？哎呀，美国很多雪糕啊，美国很自由啊，什么？你在中国，你爱不爱中国？爱啊！你为什么爱啊？因为我要恨这个美国、日本呢，我要恨。他是用恨来表达爱，这个就是非常扭曲的。但这种恨，它是跟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是需要你恨，它是阶级的恨，到这个地方变成了民族的恨，啊，变成了国家的恨，但那个在共产主义那里是阶级的恨，所以我爱毛主席，我是要用恨阶级敌人，恨刘少奇来表达的，恨这个蒋介石来表达的，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在他需要维持这个专政机器，需要维持他自己权力的时候，他必须借助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来维系整个这个社会。那么，为了维系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培养出足够的仇恨。这个仇恨就是现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中国所必须的一个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它的整个这个体制就不复存在。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现在为什么变成拼命的煽动这个仇恨。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很惨，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来。现在的情况一样，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为中国3年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经济快崩溃了，每个人都指着鼻子骂你是历史罪人，你要上史书的，他就一定要搞。现在为什么要仇恨美国、仇恨日本？同样的情况，3年清零，然后经济垮台，它也需要一个东西来取代，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是历史永远都在重复，它不一定用同样的名号来重复那个事情，但是它一定是自我重复的。这个是中国人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中国人一次上当，然后醒了，第2次再上当，然后再醒，第3次继续上当。只要稍微换一点名词，换一个概念，大家就接着上当。这是我看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对，他其实你看，煽动仇恨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对中共来讲，就是呢，让你忘掉你现在周围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麻烦或者不幸，或者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对吧？所以你就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了。那个时候的话，你哪怕这个叫什么
我有一辆车或者有一个这个房子，我把它砸了或者把它卖了，我要去恨日本，去打日本。这是很多的这个人当然喊的，当然真正有房的那些人未必真的恨，对吧？真正有房的可能是跑日本去旅游了，但是呢，就是中共他这个煽动仇恨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在忘记周围的这些人。因为你活生生的人，假如说你发现这个，假如是用爱来去教育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身边这么多人挺痛苦的呀，这么多人实际上吃不上饭，现在这个同情他，你要为他发声，你还得为他这个去努力，你还得去等等的，对吧？那你坏了，共产党会发现，哎，你跟我在争夺群众。第一，第二来讲的话，哎，你现在把目标对准我了，为什么？大家会想到，哎，这么多的困难，谁造成的？习近平造成的。共产党造成的，对，那怎么办呢？我们找他算账去啊！所以你就会在网上发声，你就会去找他们麻烦。所以呢，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恨突然间恨了一个外部敌人，你就会把周围的这些真正该关心的人，你都忘掉，没错，你就开始去忙活那些东西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我们说，让你去忘记这个记住历史的时候，他其实是让你试图忘记现代。你刚才提到的上次2018年对吧？就是反日大游行，然后拿那个车锁把一个日本，他无辜的嘛，他只是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买了一辆日本车，别人砸他车，他去说然后把自己头给砸了。这个人后来好像就像植物人一样，到现在也没有恢复。那个人被判了那么多年，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人恨到那个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南京照相馆这些影片呢。现在这个影片看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孩恨的，那些小孩子也恨到什么程度？我是没有看到南京照相馆的这个影片了。然后呢，731据说现在已经开始限制年龄级别了，那你就可想而知，那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描述。可能根本承受不了，小孩子可能都会做噩梦的。那么你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又给灌输这样的仇恨了，那你这样的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人将会成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这两天，刚才我本来是说江油嘛，江油不发生这件事情，老百姓也都在抗议和警察去抗议去跟警察进行冲突。你不就是他还真不是这种，但是中国的那戾气啊等等。也都不断的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就是创人呐，对吧？用车去碾压人呐，杀日本人呐，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之中。你被仇恨灌输出来这样的生命，尤其现在他有意的去栽培这样的一个毒刺的话，这样的生命未来会发生什么？在中国会怎么样？被仇恨呢，这种叫做。叫什么吃进肚子里将来发芽的这个仇恨呢？一看就没看过样板戏。仇恨入心要发芽。对，李铁梅唱段：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对，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你对周围的人是完全是那个，你会用阶级斗争眼光，你会用仇恨的眼光去看好的人，你不会有爱。这其实是将来这个我们说中国的，假如还是这样的来讲，就是会回到过去的那种什么文革呀那样一个仇恨那个时代。这已经出现，又袭击日本人了，对吧？对。会不会再出现那种去砸日本车，去把那些无辜的人给砸死？会呀，100%会这个东西，对，会出现。不过我有个问题哈，石山，你也是被这个毒汁儿养大的，毒奶喂大的，这到现在都能背得溜的。对，你怎么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呢？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悟的呢？这个必须是要感谢80年代初那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学，那个在中国的什么大学？对，那有一段时间，从770年恢复高考，78级，我是79级的，到这个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在大学里面是可以公开讨论任何问题的，可以公开讨论，可以公开骂共产党，可以公开讨论的任何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有个人去竞选这个人大代表，跟大家讲，我没有任何政绩，也没有能力跟大家说，也说不出来。我只有3件事跟大家说：第一，我不是共产党员，大家哇鼓掌，80年代就选他。第二，我爸爸也不是共产党，哇，大家又鼓掌。第三，我爷爷也不是共产党，啊，就选他了，90%几得票就赢了。这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文革这段时间，
它是触及到中国人的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家庭都是痛苦不堪，那个灵魂被扭曲的非常厉害。当然，这个人就像钢筋一样，你给他扭，他有这个反弹的弹性啊。反弹也会造成另一种扭曲，这是矫枉过正的问题啊，这个矫枉过正的问题。当然，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就是你真心的相信一个东西，然后你发现这个是谎言的时候，你就去认真的去追寻真实是怎么回事。发现真实的时候，那你就再反思我为什么会相信这样的东西？虽然我们那时候都小孩啊，我们小屁孩，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背老三篇啊。你那个时候有灌仇恨吗？灌对美帝的仇恨，对不对？有，但是没有对日本人的仇恨。日本人的比较少。然后你还跑到美帝这儿来了。对，所以我有这个很奇怪，在潜意识里啊，你都意识不到的。我有3次机会可以到美国，我全部拒绝了。为什么？不知道，我最后选择去了欧洲。去了欧洲以后，还是仇恨的种子种在了心里头。仇恨入心要发芽，对吧？然后我们当时就我们那批小孩里面都是这样，就部队大院小孩说，家长特丑啊，操他妈，长得跟美国鬼子似的，就这么说的，你知道吗？这家伙长得那个样，整个一美国鬼子，就那种感觉啊，你知道那部队里面都是这样，你给别人都好说，给美国人是打痛的。这所有的部队啊，都去过，都上过朝鲜。老兵那些老军官回来，都是给美国人打怕了，所以那个对美国人是很恨的，你知道吗？这个很逗，很有意思。所以所有的小孩都是很不喜欢美国人。所以我是很长时间，当然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当时你第一次 H1 签证给你了，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当时就决定不去，就跑到欧洲去了。最后一次 H1 签证到了，我们说不行了，我他妈在欧洲赚不到钱了，我这就得去美国了。后来到美国发现，他妈美国比欧洲好太多了，你知道这个很奇怪的这样一个东西。我想说的是什么？成年人还有判断的这个标准啊。人类的记忆是这样的，人类的所有记忆不光是跟逻辑有关的，就是你去 Google 啊 search， 你一定是关键字，对不对？对啊，那个全是逻辑，那个全是逻辑。但是人类，我们就跟这个大脑跟电脑差不多，我们的记忆啊记在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很多记忆不是跟逻辑有关的。比如说，当你闻到某一种味道，你会想起来你小时候的某种情绪，你听到某个音乐会唤醒你当年轻的时候某一段情感，这个它是跟你的情绪相关。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你想一想，年轻的时候你最恨的那个人，你在学校里面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你想到这个人，他对你干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让你那么不喜欢他、讨厌他？绝大部分人都记不得。具体这个人说了一句你什么坏话，谁都记不得。也就是说，逻辑的链条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情绪的链条却是很坚强的。也就是说，你只记得我不喜欢这个人，我讨厌这个人，我恨这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不记得？所以现在中共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个事情，他这个所有的中小学生，所有的人都拉去看这个电影，仇恨记下来了以后，我告诉你真相。怎么回事也不重要了，因为你早把逻辑链条给忘掉了，你只记得一个东西：我恨这帮人，我恨日本人，我仇恨。其实是我们一个想要正常生长的一个生命啊，你自己的心是被扭曲的，被扭曲。文革就是结束以后，80年代邓小平、陈云那帮人重新掌权以后，他们有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40年代40后掌权以后，直接交给60后，50后错过去。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被文革扭过这个灵魂，他认为这批人根本就不行。所以邓小平陈云当时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说这帮人我们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很抱歉的是，现在中国掌权的正是50后。
全部都是50后，就是在文革当中这一批人，就是这个他们的灵魂就是被扭曲过，被扭得很厉害，放完了以后能修复的，能自我修复的，其实比例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现在最重要的这一批掌权的人，基本上全是50后，50后的这批人，本来应该直接交给李克强、胡春华，本来按道理是应该交他们这批人的，结果被江泽民他们那个在中间妥协啊，交给了50后，交给了习近平。习近平用的全部都是50后的人，因为跟他有共鸣。他们的这个灵魂就是被中共这个仇恨呢完全浸泡、完全扭曲过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然后他的思维方式、他看待世界的模式、看待自己的方式，完全跟正常的人类是不一样。所以，我有幸呢是60后，我不是50后，我是60后。虽然我这个小时候的事都记得，但是那个成了我自己提醒我自己的一个 sample， 一个样本啊。我们在这个以前曾经也是去当过类似小粉红啊什么这种的，那大学生的时候一定是做过这种事。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受骗的，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自我精神治疗的过程，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就跟你说的，看到日本国旗，你会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是吧？我看到美国国旗，我就算入籍了，站在美国国旗那个地方，你那个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啊！真的还是有点怪怪的。我对美国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还是有那个怪怪的，因为就是这样的，那个真是很说不清楚。就其实。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个过程。现在他们再次向中国的年轻人下毒，再害掉中国的另外10年。习近平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12年，这12年对就是整中国的一代人，把他们变成了21世纪的50后，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非常可怕。现在如果说他们这一批人干的最大的坏事，我认为就是这件事。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中国其实是2个极端。刚才秦峰讲了，当这个南京照相馆出来的时候呢，就2个，刚开始9.2分，这是一批人在打分，紧接着就是7点几分就把拉下来了。所以中国也是2个极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首先不一样的这部分人，你看他们有人就在问了，说呀。在看完了南京照相馆7131后，你们还会继续买日本产品去日本旅游吗？下面的回答亮了，说什么呢？会继续买日货，也会继续去日本旅游。满清10日图也不妨碍我去东北。俄罗斯屠杀我海蓝包同胞也不妨碍我去莫斯科，泰山兵杀我青州兵也不妨碍我去泰安，燕国占我大齐70余县也不妨碍我去北京啊！这是明白人，这明白人在底下就这么去讲。那刚才还有一个在日本的，他说呀，这位观众说，现在的日本人跟过去的日本人不一样了啊！日本人不是80年前的日本人。我嫁到日本几十年，这里生活太平静，每个人都认真的干活，这里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叫以马内利哈。对，这你是这样讲的。那中国现在呢？刚才还有一个讯息说，现在呢在日本买日本房子地的中国人 No.1。全都移到日本去了，所以你看哈，习近平、马云还有这个好多人其实都跑日本去了，非常典型嘛，对吧？那你看，那你习近平你用了12年，你弄仇恨，可是呢，这12年恰恰你说你国力强了，但是呢，很多人出国啊，他的确这里边很复杂，很复杂的一种感情，但是他们是看到过的。他们是知道的，然后呢，他们这几年的习近平这铁拳一拳一拳砸，这个我必须讲共产党教育里面的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给所有人塑造出一个双重人格，就是说你说什么，你通过嘴讲出来的是一个逻辑，你做什么是另外一套逻辑。对，我要去外国读书，我要把钱存在美国，但是我说的时候。帝国主义啊，怎么样？我们这如何？他很正常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啊。
你在考试的时候，难道不要讲标准答案吗？你想你自己心里面想的，那全都是不合格，你什么学校也考不上，是吧？你这个，所以他把所有中国人都扭成一个双重人格。这个也是中国人现在就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需要自我治疗很长时间。但是其实有一个人群，我觉得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记得那个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时间，其实这个中国那时候大量的这个进来什么日本电影啊，都中日友好嘛，对吧？那时候我就是大量的日本电影、日本歌曲、日本的这个什么这个原著。当然，后来共产党不宣传了，对吧？你像北京机场、什么这个上海地铁、什么宝钢等等的话，全是日本人那个原著的。还有呢，就像日本的那个时候，我去清华读书的时候，他们还讲过这个朱镕基的故事。那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要提交一个什么政府改革方案，假如说你告诉说这是日本现在这么做，朱镕基，就这么定了。对，就是什么都要向一开始的话，那时候就是要向日本学习。没错。后来这个加入 WTO 慢慢才学美国，学不来嘛？对，学不来就先学日本，就开始先中国。为啥学美国学不来？学美国，因为美国人是基督教啊，是各种各样。你日本还是有儒家的这个东方民族的这种传统啊。我们这所有东西都学日本呢，所以学日本。你说到这个日本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主要的疫苗都是日本人给的，对。然后中国的在更早一点，我们那个年代，中国粮食生产这吃不饱啊，化肥基本上都是日本对。我们那个就是著名的打油诗，我们穷干部身穿呢绒裤，前面是公斤，后面是尿素。故事在我们这里讲过。对，就把这个日本的装尿素的那个袋子啊。给它变成2条裤子就穿上。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对网络的这种管理啊，而且现在出国越来越不容易了。一个国内人没有钱了，背了那么多房贷出不来了。然后呢，我今天还看到美国有一个消息，现在你要拿美国的旅游签证啊，今天驻中国的美国大使馆要求呢，你要交1.5万美金的押金。那就相当于10万多人民币，因为呢，现在就是非法滞留美国的人太多了，所以呢，现在呢，你等于说门槛越来越高，然后呢，网络那边管得越来越紧，国内也没有像80年代进行思想上这种反思，整个国内都在灌上了如此的仇恨，而且非常的变形和畸形的这样一些电影，给你植入那种情绪的片段。那么现在呢，教育出来的中国的这一批孩子和国内的这些人。恰恰呢是没有办法再出来的，而是最呢去能够被煽动的这批人在国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谈了挺多很细的哈。那其实刚才我还想谈谈这个四川的这个江油的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现在也是都被压下去了，大家真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想去为那些被霸凌的女孩子去发声，结果呢你看警察怎么对待他们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看南京照相馆的时候，看完我看到一个场景，是一个观众站起来，然后看完了结束，一边哭一边哭，说现在大家跟我唱国歌然后就在那唱国歌。江油这个地方，警察冲过去的时候，把所有人打倒在地，对方就是在唱国歌，唱的是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然后警察哗一下冲过去，全部打倒在地，一个一个绑起来扔到这个猪笼车里，运猪的那个车子里边。所以这个东西国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要搞清楚，是一个表示爱国的，还是表示仇恨的，还是表示你的什么？这大家自己要把它想清楚。所以是在你刚才分析的那个，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像这个事情，本来这是一个你把它平息，把打人的孩子抓起来就好了。15岁的孩子欺负14岁的女孩子，让人脱光衣服，逼着人，然后你录了4分钟录像。虽然这孩子拒绝没有脱衣服，但是还是就被他欺负被打这4分钟。孩子回家里都不敢跟爸爸妈妈讲被录像了，然后结果一下子在网上被大家看到了。那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很愤怒。妈妈是聋哑人，只会跪在学校、跪在警察局那儿求给孩子一个公道。爸爸很老实。
士一次一次去被警方就是轻描淡写就拉倒了。那么现在呢，老百姓站出来去为这些孩子讨一个公道的时候，被警察这样的去对待。就刚才你分析的这个，如果你有那种爱，你就要去同情别人，同情弱者，你就要去为这些不平的事发声。那么今天他们为这些不平的孩子发声的时候，中共一定会把他们灭掉。对，因为他规定了你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恨。你如果不按照他的节奏，不按照他的这个指示去爱和去恨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政权的敌人。在这个我们小时候，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流眼泪，你可能就是敌人；你那个没有嚎啕大哭，你就是思想不正确，对不对？这个很奇怪。所以整个今天这个事，我必须还要交代一句话的，我觉得必须讲的。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有没有？有，真实发生了。至于说怎么发生的和死了多少人，这个是历史的由历史学家去讨论这个问题。但确实是南京是被这个日本军队打进去，当时中国军队几十万，死了非常多的人，里面的老百姓也死了非常多。然后日本人在城内大拘捕、大逮捕、大搜捕，也打急眼了。当时打上海、打死了很多很多，他们也死很多人。所以这段历史是不是要记住？我觉得是要记住。但是我们记住历史是干什么？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是像孔乙己似的，就是说等老子发了财，我一定要把吴妈、李妈全睡一通，不是这样去干这个事情的。不是那个阿 Q 这样的一种精神。而是说，我们这是要深刻的反思。以前我曾经跟朋友讲过，中国人如果真的有担当的话，你老说日本人不道歉，中国人是不是站出来帮日本人道歉？因为日本人这个儒家的这一套东西。这个东方文化，不过确实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打断一下这个石尚老师，说到这儿的话，其实这是我今天查这个资料里面，我其实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中共是宣传说日本人不道歉，所以我们是要仇恨他，对吧？对。那也就是说，按照如果中共这个逻辑，如果他道过歉的话，你再仇恨他是没道理的，你是混蛋，对吧？对。可是呢，我查了一下历史，这个大家还可以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央视这个上边去看，上面怎么写的？他说，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就是那个日本的原来首相是叫村山富市，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一个春山讲话，他其实是明确的道歉的，而且是直接对中国人道歉。而且这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文件，所以那个之后，按照这个央视所说的话，他其实这个一直到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第2任期，那个之间的话，每一任首相都有对中国道歉，都承认这个吞山讲话侵略是错的，对吧？而且这个在村山富市之前，其实那些也都是这个有整体的对道歉，他没有针对单独中国，或者呢只是针对比如说见毛泽东的时候说要道歉，后来毛泽东不让，对吧？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并不像中共讲的那帮人不道歉，他其实是道歉的。而安倍晋三按照中共所说的那个时间上来算，你恰恰是在安倍晋三是第2任期是2012年年底12月份，而2012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中共煽动了一大波的这个抗日的这种仇恨。结果的话，后来人家说，要防着你，那你没办法，人家只能防着你，不给你道歉，对吧？所以这其实这个东西的这种历史渊源是这么造成的。而且我们说中共的话，它掩盖了这个中共跟日本勾结的历史，掩盖了这个日本人要道歉要赔偿。中共不要道歉、不要赔偿的历史，它掩盖了呢这个日军帮着中共打天下的历史，掩盖了呢这个日本远华的历史，对吧？还掩盖了呢这个靖国神社它的这个真实的那段历史，因为靖国神社到今天它实际上不是个政府的，它是个私人宗教的那么一个机构，而那里边又是呢中共因为揭露了中共的这种
抗日的这种真实的这个一些 information， 对，没错，所以他才是不让去故意的去煽动这个，好像是说就是这个崇拜战犯，他根本实际上在日本的这个宗教信仰那个里边，神道教里边，它不是这个概念，它就是祖宗崇拜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这个中共的话，它其实是完全在仇恨的同时，它其实让你完全把这个历史抹杀掉。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中共的这个瓦解他的这种仇恨的，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让你去了解真实的历史。你了解了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仇恨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被人家去当傻子一样给骗了一番。如果能明白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再上中共这个当。所以呢，今天的时间我们说的比较长，因为呢这个事儿呢，中共是一茬一茬不断的再去做，未来这几个月还会再发生，咱们会看呢会发生什么哈。刚才呢一共有199-200人啊去投票，说您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会讨论什么？习近平退位，64%的人认为要打仗，35%的人认为要打仗哈。那我们未来呢这2周之内，全世界都在看着北戴河到底会出来个什么东西，而且呢北戴河结束之后，很快呢还会有这个和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些事情，咱们就会继续观察。那刚才呢所提到的中共所做的这些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些老百姓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如果你能做南京照相馆的话，你就应该去做一个北京照相馆，在6·4那天去播放。你就应该做一个文革的照相馆，你就应该去做一个长春照相馆。未来也还有那国有器官照相馆，对吧？你有那么多的事情，现在将有的事情，你还这样去做。江油照相馆提出来了，对吧？中共日本的话呢，我们说他假如说杀了30万中国人，中共的话，他建政之后杀了多少中国人？所以8000万到1个亿。如果把中共的这段历史的话，用一个30万搞一个照相馆记录的话，得一堆的几10个照相馆在那排着。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反思留在这儿，然后呢，咱们一起呢去关注早安中国，我们一起呢去关注这个历史实现走到这个转折点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谢谢石山，也谢谢秦鹏，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